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位于历史悠久的13朝古都河南洛阳，这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美瑰宝。作为中国4大石窟之一，在颐和南北约1公里的崖壁上，具有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这一尊尊佛像一壁壁浮雕，已经静静保存了约1300多年。今天，阿树和你走进每一个洞窟，近距离感受这座古都最震撼的石刻奇观。真的觉得太厉害了，真的厉害。真的，洛阳太多这个历史文物古迹了。龙门石窟售票处，景区里面有。简单应付一下，26元的巨无霸啊，花10元买了一个摆渡车的车票。中国4大石窟分别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呢是始朝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3年，在盛唐时期达到鼎盛。这个电瓶车开了大约1分钟吧，就到了这个入口。早知道这几百米我走来就省了10块钱，10块钱花的真不值当。景区内好多的野猫呀，这猫不比人舒服啊，晒太阳的。北国风光，这杨柳泛黄了啊，挺好的。洛阳啊。除了有洛河，还有伊河，可以说河网骄纵啊。看一下龙门桥，这是一座3拱桥啊。现在穿过桥洞。龙门石窟介绍，游览示意图。龙门啊，这个桥还挺高大的。龙门石窟介绍，龙门石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市南13公里。我们现在在伊河的南边啊。龙门石窟还是挺早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200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在伊河两岸的山崖壁上啊，窟龛星罗棋布，密如蜂房，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个风还有点冷哦，真好看。这条河水碧绿碧绿的。出口了。龙门石窟始朝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即公元493年前后，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北宋等朝代，前后营造的时间长达400余年。据统计，龙门石窟现存大小编号窟龛2345个，各类造像近11万尊，碑刻题记2890品，30多万字，佛塔78座。我们现在在龙门桥底下哈，那么将一路沿着伊河的右岸行进，经过一绝门、鱼王池等等这些景点，珍珠泉，然后万佛洞、莲花洞、火烧洞，最终呢沿着漫水桥过到对岸，那么爬上这个东山石窟，然后或者到观景台这里俯瞰对岸的这个龙门石窟，然后去香山寺、白猿。龙门石窟，一路沿着伊河右岸行走。洛阳呢是有很多名人的一个墓园的，所以这里关羽的叫关陵啊，
太多景点的洛阳，所以它没有那么出名。但是今年也出这个事情，如果说关羽的墓园放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可能都是王炸级的一个景点。里面有金鱼啊，叫玉王池，各种颜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金色的。天啊，营建400多年的龙门石窟，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哦，流芳百代。因为这个当时崇拜老百姓出名文化，在我们这边这有2个教派十分流行。第一个叫做禅宗少林经。我看佛祖的手指断了一些。这应该从里边拔出来的。手指头是。这手啊，大家都看到。这样的石窟、石碑、石窟内的佛像，现在有一些石洞呢在维修。看，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大小不一的雕像啊。一绝佛龛之碑，应该是拓印下来了，里面。哦，这个洞比刚才的更深一点，宾阳南洞。这应该是还没有完工的佛像，能看到它的雏形。是不是啊？北魏被被你知道唐朝的主国哪里是儿子蔡在右派当天子。看完之后，要不要？也是这孩子。看起来刚那个时候，那其实是2个。你喝不吧？喝不的。这么便宜，往哪坐？
好，下午来找，方向这么这一下啊，别别。造成人的失望，而这则悲歌是来自长期感书法家苏思良长期南学的洛阳佛教的百味的经典。那龙文师傅最名北洞，咱们看一看的，你们要看得盘吗？来，我讲解。不听的话就没有重点。牙5十。我们看龙门师傅第一对最萌的佛，来，各位跟着我走，哎，这方面。刚才看的是宾阳南洞，往右边呢是宾阳北洞吧。宾阳中洞在维修修护中啊。因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对宾阳中洞实施临时封闭。这里有龙门石窟最萌的佛比叶佛，好多导游都在说，你看，因为他的大拇指掉了，所以只剩这个食指跟中指，太可爱了。不要醒过来。他这个也有彩绘，有叶。里现是有彩绘。用你的手机拍。这个花是彩绘，有彩绘。宾阳中洞。一个小孩子用很奶的声音说：“他在拍照吗？”有的可能胳膊里破坏了。这肯定要干啥？大部分很多佛像也是这样来的。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径上寺洞。这么圆顶哈，它为什么是这么圆顶？我告诉大家啊，这三洞，北洞、中洞、南洞这三洞。你看这里，小的那里对6块，你看这上面也是，这个石壁上都是，哇，太厉害！对，这是。
看了小板斧没嘛？小板斧，网红小板斧。没有。大家想一下，9米就类似我们现在30多米这么高了。我们现在要盖一个30得有这么高呀，得不得有柱子支撑呀？需不需要钢筋混凝土？一定需要，是不是？但这个洞，哎，真的非常震撼，叹为观止。你能想象吗？在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上雕刻出那么精细的、精美的，而且富有审美意识的一些雕像，而且大规模的遍布在这一面山崖上。哇，你看它每个细节，你都能感受到当事人的那种匠心独运，以及在这上面长年累月付出的一个努力啊！我据说，哪怕一个小小的石洞，那么你开凿的话呢，都要2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看，哪怕一个小小的石洞里面都有大大小小的一个佛像、观世音菩萨等等的哈。我的天啊！这得多少尊佛像呀？走，看你机场的。这都是真实的石头啊，这尊应该是还没有完成。这些佛像啊，看着是有一点斑驳了，可是要想到他们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长时间的风化、侵蚀啊，还能保存成这样子，这得益于伊河两岸悬崖上的中等硬度石质地层，主要是沉积岩类的岩壁。这种岩层相对致密，易于雕刻，同时呢具有足够的坚硬度，那么使雕刻的细节呢可以长期的保存下来。另外呢，古代的石匠在开凿的过程中呢，也会利用遮雨石板、枯岩和排水沟等结构呢，来减缓雨水直接冲刷和渗透。这些设计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加上呢，龙门石窟自北魏以来呢，经过多个朝代的维护、修复和加固。我们能看到洛阳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水网交集的城市，河道纵横的。除了有洛河，还有伊河，
那么他们再往东流啊，黑石关的地方啊，就会遇到黄河里面。石头的质地，好像每个区域它的石头质地都不一样。锣鼓圈，这里面的佛像是被拿走了，还是还没完成？洛阳牡丹石。哇，这石头太奇特了！你看它上面像牡丹的花纹啊，而且它是黑色的石头。万佛洞啊，被围起来做维护了。里面密如蜂网的佛像啊，图片看一下万佛洞吧。直接修了一个万佛洞，继续向前。就到这里有好多洞，老龙洞。这里叫老龙卧泉，老龙窝泉。客朋友大家好，请大家上下台阶注意安全，禁止翻越护栏，不乱刻乱画，不触摸佛像，文明旅游，爱护文物，人人有责。洞龛内还有一些画作啊，一些绘画。老龙洞。圆顶的，据说是为了分散压力，不然容易塌。莲花洞，第712窟莲花洞。两壁呢有深度不一的壁龛，因窟顶雕刻有一朵巨大的莲花而得名。导游说，像有的佛头呢没了，是被偷走了，现藏于法国呀、日本呀一些博物馆。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莲花洞呢，里面一共有5尊造像，主佛呢叫做释迦牟尼立像。它的上面是一个圆圆的，是开了右侧3个。它是小的花子。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树丘海城。好嘞，现在到龙门石窟最著名的一个佛龛了。哇，这几层楼高的崖壁，不仅是看宗教文化，也是看当时的一些经济生活民俗啊。因为你看有一些这个佛塔呀，包括有这些绘画呀，还有石碑碑刻呀。就像你。他那边传过来的，他的那个，他是哪个？拍的这个高光较好，很好的。在这个大石头里面拍的。哇，好震撼呀！这些佛像比前面看的任何的都大，而且看得出是皇家气派啊。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不仅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在伊河河畔南北长达约1公里的岩壁上，雕刻了约2300余座的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眼前的大卢舍那像龛群。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刻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弟子观世音菩萨、佛祖，还有回去了。这右边的这名弟子啊，应该是没完成，还是被破坏了。
我的天，太震撼了，如此巨大。不吃了，这个是两个说的不吃。上班了。我跨不过来。脚踩的是谁呢？这尊佛像呢，它是有17.14米的高度，是整个龙门石窟最高的一个佛像。半个再来一个。哦，已经上，你们已经上来过了。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一块巨石像，一个小的失误可能导致这一个雕塑失败。继续往前，火烧洞。
古阳洞。啊，这一河是真碧绿啊，像一条绿翡翠一样。我的天，这个洞里面的佛像是保留的最不完整的，破坏的最厉害的火烧洞。哦，上面封了。他把这个佛窟给开凿出来，里面什么都没有。八座尸洞。刚才看的是西山石窟，然后桥对面就是东山石窟。北方的秋天是真美呀，南方的秋天跟夏天、春天区别不大哈，没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所以北方的秋天人们是喜欢在太阳底下待着的，觉得很温暖哈。前面龙门桥啊，西山石窟。前面有香山寺，身后是西山石窟，那么河对岸就是东山石窟。东山石窟没有西山石窟那么有名啊。那里有个礼佛观景台，就可以从远处看。礼佛观景台，远看卢舍那大佛。在这儿了。